想回去会好笑，因为真的是拍了这么多年的戏啊，还是什么，只有2个点，就是一点就是小精灵，另外一个就是蓝色比基尼，you know。我们的小精灵啊，一句话，走了，下次要拍了，拜拜。不见了，他就从此消失了。会有一点小小的后悔，真的会有，对，然后对人家非常抱歉。全听你说。可能我小时候爸爸一直不在吧，单亲家庭对长大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很期望一个人爱我，可能这样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很想一个人爱我，然后每次可能就觉得很想，就是有对得不到的爱，从一个人得到这样的感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你对爱就很努力的去尝试，希望得到人家。我不知道，那可能就是因为爸爸离开，然后就觉得我不想另外一个人离开我，这样的感觉，就想说，我想付出我一切，有这个爱情，有这个人去爱我，然后一下来就是从爱去，很想得到幸福吧，对，可能因为这样子 ，Oh my God， 是不是？我真的不晓得今天为什么会哭，我真的很难哭的一个人哦。今天你干嘛？对，我就是很怕看到这样的片段，我会谈到爱情，你说你也一往无前，你觉得执迷不悔哈，姐姐会用这样讲，家人会这样讲，可是谈到爱情，你说你不后悔，但是你哭了。可能您每个人都会看着你是女神呢，当然就是每个男人都想拥有你的一个女人还是什么，可是都还是会被骗啊，还是会背叛你，背叛我，被劈腿。所以我觉得说没有完美的事情，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也是一直离开我。尤其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歌《Living on the Jet Plane》。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弹吉他，然后那个歌的 lyrics 是他很爱那个女生，可是他要搭飞机走了，什么什么我还会想你，我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我之类的，就变成说我很喜欢那个歌，可是不知不觉的我每一个恋爱都变成很像那个歌，就是一定会有人搭飞机会走，就是很痛苦的，就每次就是爱得这么疯，可是没有结果，然后就像可能我爸爸跟我一样吧，就是。到怎么样，还是会走，对，其实，在 Fiona 的观点里头，你很知道你自己是女神，平凡的男人不敢追你 ，right？ 他们把你当女神，对，敢启动来追你的人，他们都是那种要挑战，你说我去追追完给你看，OK？ 然后当他们追到手了之后，他们没有好好珍惜你，其次。是你也放纵自己，把自己完全给了他。爱情就是这样子。可能吧，对，可能一向来我需要有一个空间去弥补父爱，没有父爱的一个爱，所以找到了一个症结点，就是你的爱情会像飞蛾扑火般的一直勇往直前。单亲给你造成父爱的那一块的空缺。你怕像爸爸那样的一个男人一直离开你，所以你一直给，你不惜放弃事业，背叛同事。我说的背叛就是那个 commitment contract，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去让你受伤了。对，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最伤害你的一段感情，让你人生走入最低潮的是哪一段？也没有说。最伤害就是人生。可能我真的以前有最爱过一个人，但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还不会觉得说，我需要你在我旁边的那一种，就是你可以跟谁开心，我看到你开心，我开心，就是我的祝福了。对，所以我觉得很难有这一种，就是这么 open、这么平衡的一种祝福的爱。那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因为可能是初恋吧，然后就觉得一上来每个人我跟谁恋爱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爱这个人啊？因为我没有那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你一直在寻找那个人的影子，对那个对初恋人的影子对。但是在我知道，就是你在有一段时间，你曾经有一个未婚夫，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你本来也差点嫁了，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们没有走到最后，对啊。那一段会不会也对你伤害很深？那时候真的我还以为我辞职了哦，可以每天就是去逛街，什么什么很开心。你去香港了，对吧？对对对，可以逛街，什么说应该很开心啊，每天都很好。但是其实到那边会很空，真的是没有人生目标，其实会有一点失落这样子。这做台日子不好咩？不好，因为像每天有就是有 AP 给你哦，今天就是8点做这个什么什么做，因为习惯这个生活，发现今天我要干嘛？又去逛街，又去看什么，就很闷哎，真的会闷的，真的会闷。真的吗？我们必须彼此分享一下，就是告诉我，可以帮我实习呢。因为那时候我看你的 Instagram， 我看哇，出门有保镖嘞。你怎么知道？每天做台嘞。但是你知道，对，换个立场，真的没有人想象那么简单。对，觉得很像一个在一个鸟关在一个很漂亮的笼里面的感觉。对，可是我当然还很爱我的未婚夫之类的，但是只是说，我觉得不同的阶段，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我们从香港搬去纽约了那时候，然后婆婆生病，她有 lung cancer。所以我飞回来，然后他那时候真的是最后1个月了，这样子，那可能真的是改变了我吧。我觉得跟他24/7住的时候，他不可以整个躺下去，他要坐着的，每天都是坐着这样，然后慢慢看他在我面前死掉，有时都是断气，就觉得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种画面。就因为这样子，整个人有点改变了吧，然后我回不了美国，我连衣服、我的包、我的 luggage 全部在那边，我完全没有拿回来，我就没有回去。就是在那1个月，你回来陪婆婆走完最后人生阶段的时候，她没有回来陪你，你 OK 没？她其实有，她有在，她没有整个阶段，但是她有回来。其实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非常爱她，但是可能我们的沟通方式跟我们想法有点不一样吧，也算是我不对，我就是 I shut off， 然后可能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撞墙，可以这样说吧。然后分手的时候，我连门也没有开给他，这样的感觉。你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对，你谁都不让人走进。对，你不只是为爱牺牲，你是为爱浪迹天涯。我不懂。就是你爱一个人在一个国度，一旦受伤了，你又去另外一个国度。整个 Fiona 就是她在哪一个国家，要么就是恋爱了，要么就是疗伤了。对吗？你们新加坡，然后就美国、香港，然后就纽约，然后就对，后来就跑去了。因为我需要换整个环境，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一个人，去每个地方就真的像电影一样。这个杯子就是他喝过的，这个咖啡店就是我们一起去过的，这个都全部都是让你记得东西的。这我很痴情的一个人，这什么东西都让我记得我们以前的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不行，我就去日本一下，然后就住了1年。哇！需要你凭什么？喂，嘿，你就去日本了一下，然后住了1年。OK， 我先不要管你的 financial 啊。请问你去日本疗伤以外，你还做了什么？我当一个producer 啊，对 ，produce 什么？像一个 photographer， 一个 Polish photographer 叫 Tomasz Guzowski， 然后他其实在波兰嘛 ，Poland 其实蛮有名的。然后我一直在帮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很像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他要在24小时之内要完成一个事情。然后是朋友，我有一个摄影师要找一个 producer， 你认识人吗？刚刚好，就觉得以前我们在 Mediacorp 不是做很多那种慈善啊之类的，也认识那些香港的 team， 所以我在香港当 producer 的时候，刚好就可以，我认识人呢。找谁？大哥啊？对，真的，
OK，真的，因为我们要拍一个，就是从一个 building 跳过去，然后他需要 build 一个 net。如果我没有认识这些人的话，很难做事情。这是一个跑酷活动是吗？对，这样，你那样那个，所以也是蛮好玩的。然后在日本的时候也是拍 sumo 相扑是吧？相扑。对，相扑。相扑对。那相扑不简单嘞，相扑在日本像神级般的人物，相扑是你不容易接触，你不能随便接触的人。所以因为我跟 Nakata 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就是那个日本足球明星。对，我就觉得我跟他很好朋友说啊，你知道可以帮我找这个人吗？中田英寿，对，他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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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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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this is very dangerou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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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为什么你认识他？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北京的那个 Great Wall of China 的时候，我们做 fashion show，我们一起认识的。对，长城的那个 fashion show 你认识，就一直保持联络，然后一直做朋友。我也有去啊，为什么我没有认识他？我 friendly 吧，那我是比较洋派。我是 friendly。OK， 有这么多报名。就比较洋派，就跟人家聊天啊之类的，比较。就你跟他们 keep contact， 然后他们帮你。对。可是到最后他也说找不到哦，那我就不可能，我就一直找，最后真的是打动他们，然后真的是有拍到，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难得的事情。你的头脑里面一直有资源，要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挖出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也想问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哇 ，Fiona 一不见了之后，你的所有的经济来源从哪里来？你还是有在做工的是吧？对呀，我就是让大家看到，就是 Fiona 在没有访问之前，人家会以为你就是一个漂亮的，对不起，我会用另外一个字 ，bimbo， 对不对？因为你常常每次笑，你都没有让人家看到你的这一个长处，你的优点，你的鉴赏能力，你对你的画展跟你的功力，然后慢慢的就看到你的哇，原来 Fiona 是有想法的，然后你有很深的艺术细胞，你在后期你就慢慢把它发挥了出来。可是后来你又很厉害了哦，你又去到一个也是一个你语文能力最差的那个国家了，你又辗转去到了上海，对，你去上海开了一间店，对。你是为爱情去还是为？不是，那个真的是我在香港，然后我朋友新加坡的朋友说啊，我认识他蛮久了，然后他蛮信任我的，他很欣赏我，每次这样有很 style 这样，他觉得哦我很 fashion 什么说，哎我想在那边开一个 fashion 店，要不要合作这样子 ？OK 啊，好啊。潮牌店就对了。对，而且我是那一种真的可以，明天你叫我飞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OK 我没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放不下家庭啊，放不下朋友啊，放不下什么，我是什么都放得下，我在。Let's go, you know, like 我是可以随时去。以前我是真的是包包一直都有 passport 的，我没有 luggage 我可以飞。我最短的地方是飞去纽约，我在飞机上多过我在那个纽约。我去了1天，看我男朋友，然后飞回来。我知道这件事。对，然后那是最离谱的事情。然后，我都有一些地方我都没有拿行李，我就拿 passport 就这样飞。所以你在上海开的那一间店，你还挺厉害的。你跟韩国的一个偶像团体拿了一个合作品牌是吗？对 ，GD 跟我们的店有一个合作，一个 collab， 然后我们特地在我们店里卖这样子。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是链啊，有一个很特别的链，有一些就是皮的一些帽子啊，有一些夹克之类的，都是限量版的是吗？限量版的。然后这个是合作，是他们设计还是你们出方案？有日本牌子跟 GD 跟还有我们一起合作，然后再做这个限量版的东西。OK，so 还有吗？还有，那留给我一个。没有了。这个蛮久，全部都卖完了，全部。很多排长龙会全部卖完，对，只要他们这种合作性质的限量版，一定是一扫而空的。所以我要来进入的就是 Fiona 去到了好莱坞，拍了一部 Crazy 的这部戏。这一部戏你是怎么样应征到？就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其实我都已经离开演艺圈了，也没有想过要回去。然后我有个朋友。他从美国过来，然后这是 Arisa 的朋友说，哎，我有一个 LA 的 friend， 你要不要去跟他喝茶？然后他就叫我去见这个导演，去见 John Chu， 说哦，导演在新加坡，你去见他吧。但他要给我这个 role， 我说啊，我不想演这个，就不想演。为什么？可能角色比较另类一点吧，让我觉得说，哎呀，这个应该
给新加坡人讲的一个角色。虽然是 LA 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新加坡人就觉得比较难接受吧。而且他的角色是有一点就是好笑，然后是 over the top 的那一种。把他们那个导演就一直打电话给我说，哦，you know，please do it，you know，like，他这个第二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他的风风雨雨都很大之类的，然后就觉得 OK，just give it a shot。那很好笑，我在那个应征，叫应征 audition，我去面试的时候看到 Pierre Pong 在那边，哇，他很 stress， 在那边读书，在那边看念剧本啊，真的。那我就进去那边 ，Hi，what's up？What's going on？Hey，I'm Pierre Pong，这怎么就在那边一直开玩笑？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他们就觉得我很fun，我很 free，就反而更喜欢我。他说每个人进来都是很性感的去演他们都没有那个喜剧的那一部分，就觉得其实他要找的是有一点喜剧的。如果你读那个书，他是很想勾引人啊之类的，但是他是个很直接、很fun、很 pure 的一个人，反而每个人在电影里面都是高贵啊之类的，他们想法跟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反差就是在那里。对那个导演讲的时候，而且我们的想法都很 match， 所以我们就有火花。后来你接受，也得到了很多回响，因为了这一部片 ，Fiona 她终于踏上了你梦寐以求的这个好莱坞。去到了美国了，对。你在美国，你因为这部戏，你去过了很多的地方。对，其实也让我看到很多东西，这样可以就是去很多大场面啊，去 Oscar Party。那我可能最深刻的，因为刚刚 Chadwick 有一个黑人刚死掉嘛，那我们刚好那时候Crazy Rich Asians 还有那一部戏的那个演员一起拍照。那时候那是 Hollywood 的 historical moment， 因为从来没有 Black Power 跟 Asian Power 一起合作，然后一起说，哎，我支持你，你支持我，这样是轰动了整个世界。那我们没有想到拍一个简单的电影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第一会 break 这么多 box office， 第二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跟 Ken Jeong 啊，还有 Awkwafina， 我们去给观众一个惊喜这样子，但他们会感动到哭哎，说哦，我长大我没有看到一个就是华人可以代表我真的是没有想象到这 impact 它的影响这么大。对，那个 impact， 对。就因为那部片，你就在美国签了一间经纪公司。对。然后之后你也很勇敢的去面试，其实也是，你好像又变成了演员了。对，就是很奇怪，而且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你就直接有一个角色这样子，然后那边也不是很容易可以面试的，真的是要他请你去，然后你想想，其实很恐怖，就是全世界的人在挣扎这个，在争夺，在抢那个角色，争夺，所以说是一个很新的世界。然后可能算是我最大的2个audition 吧，一个是跟 Keanu Reeves 读的，基努里维耶，我在那边快要疯掉，我也会疯了，我就快要那我在纽约那边我快要疯掉，然后他们给你2天的时间哦去准备之类的，然后可是有时候也是没有拿到的时候也是那你觉得你自己属于会演戏的人吗？我不觉得我会演戏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感情世界很丰富的一个人，所以这样来说，我是一个 feeling 啊，很有 feeling 的人吧。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所以因为这样来说，我可以进入角色更快吧。可是 good and bad 啦，他进入角色快，在这一行你是对的，但是如果在生活中你也是这样的人，你受伤就更容易。真的，我也想问你，如果在好莱坞你 casting 一部，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哦，但是你找到一个 Mr. Right， 为什么这样子生活？OK， 他就是那一个人要来了，他来了，他跟你讲 Just give up，OK，follow me，marry me 你会选哪一个 ？Oh my god！ 你真的这么老实在想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回答我，凤姐？如果真的爱我的男人，他会让我把戏拍完了之后再来娶我？当然是最好的世界，就是 OK， 你让我先拍，让我们结婚。但是如果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我会选择跟人逃跑。
比如说我要 back to 就是刚刚我们在讲感情问题，你每一次都付出的太多。对，我希望下一次如果真的你碰到 Mr. Right， 又刚好跟你的事业撞击的时候，你 try to 多爱自己多一点。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个阶段呐、然后如果演一部戏，是永远追不完的。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行就是你拍了这个戏，哦，轰轰烈烈哇，你很成功啊，就是得到好莱坞啊，什么什么 ，What's next？ 每次都是 What's next？ 那我就是觉得追求不完。可是如果我选择这个人，可以开到我另外一个阶段的生活，有孩子，有什么？这是我的一生命的 my everything， 所以我觉得 that is forever。你有没有期待快点结婚、生子？我永远不会因为想当妈妈而跟一个人在一起。怎么说？我要带一个人进来这个世界，我要给他最好，给他最好的爸爸、最好的妈妈，才可以带一个 baby 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希望有这个愿，也希望有这个美好的、完美的故事的结果。好的。现在我要开放网友有好多问题要问你，他们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你怎么样保持你自己这么完美的身材？也是跟我的生命一样，没有去想要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去。我今天有怕肥啊，就不要吃这个，然后反而你会觉得你会吃更多。然后我也是，可能我比较好动一点吧。那还有问你，就是你保养的这么好，请问你是不是有整容 ？OK？ 没有哎，有啦，多多少少有，就是like 小针没有小的 Botox 啊之类的。我没有做很 invasive 的东西。对。你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阶段，就是说告诉自己，就是我做到了 ，Yes I make it。没有哎，因为我没有放一个目标，所以我一向来就是这样子。OK， 我现在想问你哦，如果有人问了哈，当然人生没有如果，可是我们访问节目还是得问，我们去设想一下，因为只有结果。对。如果你当初没有离开电视台，你觉得现在的你会是在什么地方？可能知名度啊来说，当然会比较高一点。对啊。这是应该，因为是你一直都在曝光嘛，对不对？那我已经离开很久了，都没有什么作品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很惊讶，我没有很多作品，但是在人家的眼里还是心目中我还是有一个位置，所以我很感激。OK， 对。那你对未来的计划是？其实我很想一向来都想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所以最近我在跟娜迪亚或者Golong他们在谈一个就是 mental health。像我刚才谈我爸的事情，可能我以前不想谈，还是在逃避之类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出来谈，因为我觉得说，大家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还是现在经历这些东西的人，可以被鼓励到。我们现在呢，其实制作组呢也有送一本特别的一个听说是很轻的啦哈，你打开，你先把它打开来看看，看你读得懂吗？你跟我们讲，因为我问我这样跟他讲，很轻的。是 Long Leaf 吗？是，我有这本书。这本书的大纲内容是什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制作组会选这一本书，很轻咕噜叽的？它是 poem， 像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关于爱情诗集的一本英文书，所以我们在这里真心的祝福，希望你一定要找到真爱，对，连希望下一次多爱自己一点。OK，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Oh my god， 我很感动哎。He and I collided like two predestined stars, and in that brief moment, I felt what it was like to be immortal. 你们是想害死他是吗？你看他又在做梦了，这个是爱情诗篇。我们应该叫他要 wake up 啊，精神上的恋爱就好。